为《封神演义》和《西游记》里，有一位手托宝塔、统领天兵天将的托塔天王李靖。可你知道吗？这位被民间供上神坛的军神，在历史上真有其人。他是唐朝开国第一名将，一生打过的大仗没有输过。他快60岁那年，只带3000精骑，趁夜奔袭，硬是掀翻了盘踞北方，曾经逼得大唐皇帝签下城下之盟的东突厥，把对方的君主生擒押回长安。现在把这位军神和另一个人关进同一间屋子里，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。一个16岁从军，20多岁就在马背上打下半个天下的皇帝，和一个从没吃过败仗的统帅坐下来谈兵法，会谈出什么？中国历史上真的留下了这样一本书，它没有一句居高临下的训语，全篇只有一问一答。皇帝发问，将军拆解；皇帝再追问，将军再往深处挖。到了关键处，皇帝甚至会反过来挑战将军的说法。两个人为了一个奇字，一个正字，来回变了几十个回合。这本书被列入5经7书，成了往后1000年武将的必读教材。宋代以后的武举考试就考它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听完这场千古一帝与军神之间的兵法对谈。李卫公问对。先说这本书，李卫公问对，全名唐太宗李卫公问对，简称唐李问对，分上、中、下3卷。通篇是唐太宗与魏国公李靖的君臣问答。北宋元丰年间，朝廷把他和孙子、伍子、司马法、御辽子、六解、三略合编成5经7书，正式定为武学的官方教材。从那时起，它就是中国武将的必考书目。不过这本书的来历要诚实跟你说清楚，它就题唐代李靖所传，相传是史官把太宗与李靖的对话记录下来的。可是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的译文志里都没有注录这部书。宋代学者何谓、陈师道等人因此怀疑，他其实是北宋人阮义依据杜佑《通典》里保存下来的李靖兵法重新编写脱名而成。所以严格讲，他站在正史的边缘。真正的作者是谁，学界到今天也没有定论。可有意思的是，这一点并不影响他的分量，因为书里谈的用兵原理确实与通典所引的李靖兵法高度吻合，论述又极其扎实。南宋以后的名将、明清的兵学家都拿它当真本事在读。一本书真正的价值，有时候不在署名，而在它经不经得起在真实的战场上被检验。那就先来认识这位军神。李靖，字药师，京兆三原人，出身江门。舅舅是隋朝名将韩擒虎。韩擒虎每次和他谈兵，都拍着他的肩膀说，能跟我一起讨论孙吴兵法的只有这个外甥。隋末天下大乱，李靖看出李渊有反心，本想上京告发，半路被战乱困住。等李渊攻进长安，要把他推出去斩了。刑场上，李靖大喊一句，您起兵是为天下除暴乱，怎么大事还没成，就先为了私怨杀壮士？李渊一愣，旁边的李世民力保，这才留下一命。中国历史上最能打的名将，差一点死在他后来效力的那个朝廷刀下。武德4年，李靖献上平定江南的10条方略，随赵郡王李孝恭出兵讨伐盘踞锦湖、称帝一方的萧远。当时秋雨连日，长江水暴涨，三下险滩湍急，众将都主张等水退了再走。李靖却说，用兵最重的就是神速，萧远正以为我们过不来，此刻直取等于神兵天降。他率战船破浪而下，一路连克，直逼江陵。萧远困守孤城，援军未到，只好开城投降。更漂亮的是，打完之后，部将主张抄莫祥臣的家产犒赏士兵，李靖坚决不许，说我们是撤民伐罪来的。消息一传开，江汉一大利的州县塔望风归附。
一场仗，他不只赢了城，还赢了人心。接着，更传奇的一战来了。贞观3年，唐太宗决心解决北方大患东突厥，就是那个曾经逼他在渭水便桥上签下屈辱之盟的颉利可汗。李靖那年59岁，挂帅出征，他只率3000精骑，趁着夜色从马邑直扑鄂阳烈，一举拿下定襄。颉利惊异之下退保铁山，一面派使者向唐求和，一面打算等草青马肥就逃进大漠。太宗派唐兰前去护卫，突厥人放松了戒备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李靖做了一个极其大胆也极具争议的决定。他挑出1万精骑，带20天钱粮，趁着一场大雾急行阴山，直捣突厥牙帐。等雾散开，唐军已经逼到7里之外，突厥全军卒散，颉利在逃亡途中被擒，押回长安。从此漠南再无王庭，太宗被四方尊为天可汗。6年后，他已经64岁，本该养老，仍主动请孙远征吐谷浑，翻越积石，深入荒漠2000里，再立一功。可是胜利之后呢？回朝那天，等着他的不是封赏，而是御史大夫温彦博的弹劾，说他治军无忌，突厥的珍宝被乱兵抢散。太宗当面责备，李靖一句不变，只是顿首谢罪。后来查明是误，太宗反过来安慰他，可李靖从此变了一个人，闭门谢客，连亲戚都很少见。晚年还有人诬告他谋反，查来查去查无实据，最后也没有下文。这位一生没打过败仗的军神，最后选择的是把自己关起来。他太明白了，战场上的敌人看得见，朝堂上的敌人看不见。回到书上，这场对谈里最核心、来回最多、火花也最密的题目只有2个字：齐正。什么叫齐正？简单说，正就是正面对决，按规矩来的那支兵；齐就是出人意料，绕到你想不到的地方去的那支兵。太宗一开口就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：骑兵和正兵到底是出兵之前就分好的，还是临场才决定的？李靖的回答直接把整个问题翻了一层。他说，兵没有天生固定的齐正，关键在敌人怎么看。你摆出堂堂之阵，正面压上去，敌人以为那是主攻，你其实只是牵制，那这支正兵就是齐。你派一支偏师绕到背后，敌人早有防备，专等你来，那这支骑兵反而成了正。所以书里说，齐正之变不可胜穷，齐与正之间的变化永远穷尽不了。他接着给了一个到今天还被不断引用的比喻：齐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。齐能生出正，正又能生出齐，像一个圆环，找不到头也找不到尾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已经不是在教你排兵布阵了，这是在讲一种思维方式。世界上没有哪一招是永远有效的，任何一个齐一旦被人看穿，被人预期，就立刻退化成正。真正的高手永远比对手的预期再多想一层。而这场对谈最好看的地方是，唐太宗根本不是一个只会点头的学生。听完李靖那套齐正相生，他立刻自己下场，提出了一个更狠的说法：吾之正，使敌视以为齐；吾之齐，使敌视以为正。我的正兵要让敌人看成骑兵，我的骑兵要让敌人看成正兵。你听出那个味道没有？皇帝不只是听懂了，他还往前推了一步。齐正的关键根本不在兵怎么摆，而在敌人的脑子里怎么想。李靖听完当场认输，说陛下这几句话已经把兵法说到顶了。然后他补上那句总结：故善用兵者，齐正在人而已。所以真正会用兵的人，齐也好，正也好，全在人的运用，不在形式本身。这是全书最关键的一句。阵法可以抄，兵书可以背，可齐正在人这4个字抄不走。太宗还追问过一件事：你打突厥那一仗靠的到底是齐还是正？李靖答得很实在：臣讨突厥，西行数千里，若非正兵，安能致远？臣讨伐突厥，往西走了几千里，若不是靠扎实的正兵，怎么可能走得这么远？你看，
一个以奇袭名震天下的人亲口告诉皇帝，骑兵之所以能骑，是因为背后有正兵撑着。粮草、行军、纪律、队形，这些最不起眼的硬功夫做足了，内机才叫奇袭。底子不够还想出奇制胜，那不叫兵法，那叫赌博。到了卷中，这场对谈从怎么打升级到怎么想。太宗和李靖谈起了主与客。所谓主，是在自己地盘上以逸待劳的一方；所谓客，是远道而来，养草补给都被拉长的一方。一般人以为主一定占便宜，李靖却说主客是可以互换的。你能把敌人调动到你选好的地方，你就是主；你被敌人牵着鼻子跑，就算站在自家门口，你也是客。谈到最后，唐太宗自己下了一个总结，这句话后来被无数人引用：千章万句，不出乎治人而不治于人而已。千章万句的兵法说穿了不出这一句，调动别人而不要被别人调动。这6个字是整部问对的灵魂。什么叫治人？就是让对方按你的节奏走，你选战场，你定时间，你决定什么时候打，什么时候停。什么叫治于人？就是你所有的动作都只是在回应对方。他出招，你接招；他降价，你跟着叫；他半夜传讯息，你半夜就得回。放到今天，这一句几乎可以直接搬进职场和人生。谈判也好，竞争也好，经营一段关系也好，决定胜负的往往不是谁更努力，而是谁在定义规则，谁在设定节奏。被动的人再拼命，也只是在别人的棋盘上跑得比较快而已。到了卷下，两人谈到另一组勇狠的对立，攻与守。太宗问：攻和守是两回事吗？李靖的回答非常漂亮：攻是守之机，守是攻之策。进攻是在为防守创造时机，防守是在为进攻铺好路数。他接着说：攻守者一而已矣，得意者百战百胜。刚和守本来就是一件事，看懂这个一的人才能百战百胜。那什么叫看不懂？他说：攻守一绝，敌与我分为二事。一旦把攻和守切成两件事去打，你就把自己和敌人也切成了两边，永远只能被动的在其中一边挣扎。李靖进一步解释：你攻的是敌人的心，不只是他的城；你守的是自己的气，不只是自己的权。攻的时候要先想好守哪里，守的时候要看得见攻哪里。一个只会猛攻的人会把自己耗死，一个只会死守的人会被慢慢磨光。这个道理放到今天太好用了。一家公司拼命碎章，却不守住自己的核心产品，看起来很猛，其实一直在失血。一个人只顾着防守自己的舒适圈，看起来很稳，其实正在被时代慢慢淘汰。真正成熟的做法是攻里有守，守里有攻。进章的时候留一手退路，收缩的时候留一支骑兵。攻守从来不是两个选项，是同一件事的一体两面。开完战场，李靖谈了一件更根本的事：兵是怎么练出来的。这一段我认为是全书最被低估，却也最实用的部分。李靖说：教得其道，则士乐为用；教不得法，遂朝都暮责，无益于事矣。训练如果找对了方法，士兵会乐意被你使用；训练如果方法不对，就算你早上督促，晚上责骂，也一点用都没有。这句话，任何一个带过团队的人听了，心里都会震一下。我们太熟悉那种场面了，主管天天开会，天天盯进度，天天骂人，团队却越做越烂，越做越冷。李靖在1400年前就把答案说白了，问题不在人不够努力，在教的方法不对。那他的方法是什么？他主张把训练拆成阶梯，先教单兵的动作，练熟了再合成小队，小队熟了再编成大阵，一层一层往上叠，每一层都要练到不必想就会。他还特别强调要让士兵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，阵为什么这样摆，旗鼓为什么这样号令，人懂了才会用心，而不是机械的服从。你看，这哪里只是在讲练兵，这是一切待人、教学、养成的通则。真正的纪律不是靠骂出来的，是靠让人明白而且
做得到养出来的。朝都暮泽是最省事也最没有用的管理方式。那么1000多年后的我们，为什么还要读这本《李卫公问对》？我想给你3个理由。第一，它是一部被变出来的书，整部书没有一句居高临下的训议，全是一问一答。皇帝提出质疑，将军拆解，将军给出原理，皇帝再往前逼一层。你读到的不是一个结论，而是结论被逼出来的整个过程。这比直接把答案塞给你有价值得多，也刚好最适合用听的。第二，它专治教条，书里几乎每一个回合都在做同一件事，把你以为固定不变的东西重新拆开来看。奇不一定是奇，正不一定是正，主可以变成客，攻本身就是守。它训练的不是记忆，是弹性，而弹性正是我们这个变得太快的时代里最稀缺的能力。第三，他站在真正打过仗的人这一边。李靖不是纸上谈兵的书生，他平江南，灭突厥，征土御魂，一生未尝一败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背后都有真实的血与土。而唐太宗也不是深宫里长大的皇帝，他自己就是在马背上打下天下的统帅。这场对答是2个做过的人在互相追问，不是2个读过的人在互相引用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全书几乎没有玄虚的话，每一句都落得到地上。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在5经7书里占住一席之地。他教的不是招式，是判断力。20分钟快到了，李卫公问留给今天最重要的一课，我想收在那6个字上：治人，而不治于人。你仔细想，人生大部分的焦虑其实都来自治于人，被别人的节奏牵着走，被别人的评价定义，被突发的状况推着跑，一整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回头一看，没有一件事是自己选的。而所谓高手，不是比别人更用力，而是先想清楚自己要把局势带到哪里去，然后一步一步把别人请进自己的节奏里。再加上李靖那句奇正在人而已，这世上没有哪一招是天生的奇招，同一个动作用在对的时机是起兵，用错了就是送死。方法从来不是重点，看清局势的那双眼睛才是。也诚实的再说一次，这本书究竟是不是李靖亲笔，学界至今仍有争议。但1000年来，他被列为武将的必读，靠的从来不是署名，而是每一句话都经得起在真实的战场上被检验。如果这趟旅程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我们要读一部记录孔子言行比《论语》更完整也更有故事性的古书，里面藏着大量《论语》没有收进去的孔子对话，孔子家语。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在你现在的生活里，你觉得自己比较像那个治人的人，还是那个治愈人的人？我们下集见。